Hello， 大家好，我是宇王啊。这一次我们来做一期618的特别企划，来给大家开箱一下我的办公室啊。之所以有这么一期企划，是考虑到我作为数码区 UP 主，试玩了各种各样的数码产品啊，那么留下来自用的，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比较好用的吧所以这一次就打算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用的数码设备以及一些方便的小配件，感觉可以给到在618期间不知道应该蹲什么的你一定的参考。那么首先就还是从家具开始看吧。想要有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桌子、椅子这些东西是基础。桌子在这么多年里面，我也是买过很多的不同的办公桌，有试过买那种带键盘抽屉的也买过200-300块钱的3合版的办公桌，最后发现还是这种实木的好用。扎实稳固，只要你不去追求什么北欧铁艺风其实是有比较便宜的。我这张1.8乘80公分、5公分厚的实木桌子其实也才700多块钱尺寸小一点的还要再便宜不少。因为它本身的重量足够，简单的支撑脚就已经非常稳定了你用力去摇它，也只能产生一些轻微的晃动。就是刚刚说到的时候，油漆味比较重需要晾一阵子。不过这张桌子它没有抽屉所以我自己去买来加装上了它的固定方式可以是贴胶布，也可以拧螺丝。它里面可以装一堆的杂物，什么钱包U 盘笔剪刀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收起来之后桌面就可以显得比较的整齐。我自己做的电脑椅是西浩的 V1 人体工学椅长时间坐着办公的话，有一张好的椅子才不容易疲劳这张真的是我自己做的，这次没有收钱。它可以调的东西比较多，而且久坐也不会觉得屁股疼他们最新出了一个 C300， 我也有一点兴趣搞回来试一试。过来看一看我在用的外设，显示器是今年新换的 LG 的48C PCB， 没记错跟老来的是同款之前看过了迷你 LED 屏的 HDR 效果之后，我感觉就再也回不去了，最后一路升级到了这一台今年新出的 48C2 是挤牙膏吧升级不多，但是贵了不少，不是那么的推荐。这一台被我们当成显示器用的电视机是48寸的 OLED 屏，4K 120赫兹的黑白响应，我之前拿示波器测过，在1毫秒以内比 Fast IPS 都要强不少，还支持高级版的 FreeSync。作为显示器来使用它的游戏性能也是非常之强的。虽然它的最大亮度只到800但是我觉得开启 HDR 之后也是够用的。关键是 OLED 屏的原理导致它可以实现非常纯净的黑色。开启 HDR 之后，画面真的非常通透，非常漂亮。我感觉比我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效果都要好。因为它是电视机，它可以通过 HDMI 线来控制游戏主机和音箱。电视机待机和唤醒的时候，可以带动音箱一起开关机。切换输入信号的时候，也可以自动唤醒 PS5， 并且可以用电视机的遥控器对 PS5 进行一些简单的控制。电视待机的时候 ，PS5 也会跟着自动一起进入待机状态。因为这台显示器它很大，一个屏幕上面可以开几个窗口，而且都能看清字，干起活来还是非常方便的，一台顶3台。说完优点，那么就要来说一说缺点啦一个就是为了防烧屏，它做了非常多的保护措施，比如放着不动的话，屏幕它会逐渐的暗下来，用来做文字工作其实不是太舒服要时不时切换一下画面让它的屏幕恢复正常的亮度。你去破解的话又怕它真的烧了。第二个是它有4个 HDMI 接口，但是没有 DP。M1 系列处理器的 Mac 它只有 HDMI 2.0， 然后从雷电接口转 DP 呢是可以 4K 120的，但是转 HDMI 不行。我试了各种转接器都没用。你去买 Type-C 转 HDMI 转接线，很多都会写上不支持 M1。我现在日常是 4K 60来用的然后这一次 WWDC 苹果它又没有发布 M2 的 Mac Mini总之就是非常失望。显示器的背后，我用了一个乐哥的 D7H 支架，能支撑这么大重量的显示器支架不多然后显示器支架是一个好东西，它不光可以自由的调整位置和角度，还可以节省不少的桌面的空间。过来是音箱这个型号是创新的 Katana V2因为我电脑用的太多了，脖子不太好所以就不想用耳机。但是我的桌子又放得太满了没有地方放正常体积的音箱，最后就买了这个。
它其实算是回音壁啊，是可以被电视机控制的啊。不过它有针对桌面近距离使用的环境进行设计。雷蛇也有类似的产品，叫做利维坦啊，但显然在声学方面创新还是要专业一些的吧。虽然看上去体积比较小，但是在桌面上的它其实只是中高音的部分，它有专门的重音音箱，可以随便放一个地方，我给扔到桌子底下了啊。确实怎么放它是不影响重音的方向感的。音质方面，我对 HiFi 没有什么研究，感觉还可以吧啊，并且它还可以通过反射的原理来提供环绕声。接下来是鼠标，我用的是罗技的 G502无线版。502系列作为卖得最多的游戏鼠之一，应该不用太多介绍了吧？啊，除了重量之外，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不耐脏了。无线版比有线版的会轻一点。另外，我还给它换了陶瓷的脚贴啊，它不光可以做到比传统的脚贴更加的耐用，而且还可以实现这么滑。我还搭配了罗技的 PowerPlay 无线充电鼠标垫，无线续航不用充电的无线鼠标啊，就是爽。PowerPlay 上面的这一层真正的鼠标垫是可以换的，这里我用的是3M 的鼠标垫，型号是 MP114啊，没错，3M 这家公司只要是跟胶有关的什么都做啊，估计也快出手办了吧。它算是树脂硬垫啊，比布垫要滑，比罗技的 G440要薄，而且没有这么粗糙，上面有微凹槽，据说可以增加定位准确性，还能给这个无线鼠标省电。我觉得是比 G440要好用的，尺寸上刚好只比 PowerPlay 小了一点，能适配啊，不影响无线充电。因为我现在不怎么玩电竞游戏，所以整一套都是往光滑、省力、准确的方向上走的。不过这款鼠标垫有一个神奇的问题，就是我买完之后啊，各平台就再也没有见过有货了，偶尔有人上架啊，也是超级的贵。键盘啊，是我想了好多年的 Real Force 燃风的静电容键盘，因为之前凝智的静电容我用着觉得还不错啊，就想试一试这把传说中的退烧键盘。我选的是30克的，按键手感还可以，但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而且做工啊是真的不太行，放国产键盘我觉得就500块钱的水平吧。键帽没有做隐藏水口，到手在桌子上面是放不平的。店家让我掰一下啊，我就拧了一下，还真的掰动了。USB 线不能分离更换，那个驱动一点卵用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调不了。Collega Densetsuno Made in Japan。摄像头是之前做过视频的 Elgato Facecam。啊，大光圈，画质好，可以像相机一样调整各种摄影参数。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视频。麦克风是 Blue 的 Yeti 雪怪，它是电容卖来的 USB 接口，不需要专门的声卡去带动，没有驱动之类的东西，插上电脑直接就能用。可以调不同的收音范围，啊，音质也还过得去，价格也不算贵，真不算贵啊！大家都知道，凡是涉及玄学的东西，对吧？啊，我一部分的视频的旁白就是用它录的，以前直播也经常用它，总之就是非常的方便。麦克风旁边呢是铝合金的2合1支架，可以将苹果的手机和手表的无线充电器卡上去，手表和手机啊往上面一放啊就行了，可以节省桌面的空间。那么终于就到了这一堆啊最核心的东西了。首先我想分享的是这个架子，这个桌面支架真的是非常的好用。不过它其实是一个微波炉用的架子，它可以调整宽度，可以调整每一层的高度。它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放沉重的微波炉啊，放一点数码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了啊。我这一堆东西如果在桌子上面平铺开来，那绝对就是灾难级别的，竖着堆起来真的是可以节省非常多的空间。那么我们就从架子的第一层开始看吧。这里放了3台游戏主机，3个阵营的都在这里了。3台我都做过开箱视频，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翻看一下。之前矿潮开始的时候，我就把高端显卡基本上都卖了，买了游戏主机，3台加起来也就当时一张2080 Ti 的价格，各种大作都能玩。现在显卡价格降下来了，很多朋友又怕是矿卡、翻新卡，游戏主机其实真的是不错的替代品。游戏主机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但是可以来看一看我给他们加了一些什么配件。虽然是 NS 啊，这个小底座它其实不完全是第三方的，而是将原装底座的内脏给拆了出来，装到了第三方的壳子里面，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兼容性问题。这个外壳是看我们的摄影小哥买了，觉得还不错，跟着买的。改成小底座之后啊，外观好看，小巧方便携带，还能加强散热的表现。我还买了一个手柄充电器，可以非常方便的给一对 Joy-Con 和一个 Pro 手柄充电。它附带这么一个 Type-C 的小东西，往 Pro 手柄上面一插之后，将手柄往底座一放，就可以充电了，不需要再去找线啊、插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而且它还有充电的指示器。
XSS 这里自带的硬盘太小了，然后官方的扩展卡又太贵。但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完善的第三方的扩展卡了，我这个是 SN530加铝合金外壳组成的。SN530有分版本，要问清楚店家能不能在 Xbox 上面用，而且现在好像也有别的 SSD 能用了。PS5 也是加装了 SSD， 但是是装在内部的就不拆给大家看了。4.0 的 NVMe 盘基本上都能支持。3台主机的后面是一个带滤波功能的排插，之前的音箱有杂音所以才买的，然后也没有改善，所以不建议大家购买。后来我才知道有100-200块钱的单独的市电 EMI 滤波模块只是需要自己接一下线，我觉得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到第二层，中间的是我现在在用的主力办公电脑 M1 处理器的 Mac Mini。现在 Mac OS 已经有我日常需要的各种软件了，基本上没有太多需要切换到 Windows 的时候，我连虚拟机都没有装。游戏我有3大主机，编写电源设置平台的软件和玩 Windows 独占游戏的话，我们工作室啥都缺就是不缺电脑，随便搞一台来用用就好了。网银那些直接用手机版就行，甚至比电脑版网银 XU 盾的还要方便得多。Mac 的好处是省事不需要怎么打理，不需要管驱动杀毒清理系统之类的东西。广色域显示器的支持也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是可以和 iPhone、iPad 联动电话、短信、照片、备忘录等一大堆东西可以直接同步。手机接到的电话可以用电脑的音箱麦克风来讲话，平常有东西在手机上面记录了，电脑上面也能快速打开来看。手机拍了照、截了图，电脑直接打开相册就行了。Mac Mini 的这个支架我买的是海贝斯的铝合金材质，设计和切割上也是完全贴合的。打书放的原因就不用说了，也是为了节省空间。海贝斯他们还有推出一个跟 Mac Mini 配套的底座扩展坞，里面可以塞硬盘来给 Mac 扩展容量。苹果家的 SSD 简直就比抢钱还赚。平常这个扩展坞可以放到 Mac Mini 的底下作为底座使用视觉上的一体性还是挺好的。它还可以和本体一起固定到这个垂直支架里面，设计上还挺不错的，价格也不贵。因为我有了这个新的雷电3扩展坞，所以这一个就给剪辑的 Mac Studio 上面去用了，尺寸上也是合适的。右边这一个是 iPad Pro 那期视频有出现过的西数的 D50 雷电3扩展坞，除了扩展出一堆高速接口之外，还内置了2TB 的 NVMe 固态，一个扩展坞满足各种需求，除了贵之外没有什么缺点。左边这个是华硕的蓝光光驱 PS5， 虽然是蓝光播放器，但是挂字幕之类的事情还是要用电脑的4K UHD 的正版电影和动画通常是不锁区的，但是很多时候也没有中文。然后第二层的侧面，这里还有2个 KVM 切换器，外面这个是 HDMI 的 KVM。因为显示器这边最多只有4个视频输入，我这里显然不止4台设备，所以要靠这里做一下信号的切换。这一个是我之前找到的唯一能支持 8K 60或者是 4K 120帧的切换器。点一下按钮就可以切换成另外一台电脑的输出画面了。里面的这个是绿联的 USB 4口 KVM， 我的 USB 外设接在了它的上面，也是按一下按钮就能切换接口，由另外的一台电脑来使用这些外设。这样我桌面的这套外设就可以在2台电脑之间共享非常的方便。绿联这一个用下来还是挺稳定的，不过最近 USB 接口的设备增加了，4口其实不太够用找了一下也没有发现6口、8口的纯 USB 切换器，迟点可能加一个 Hub 什么的。顺带一提，这2个盒子是用3M 的双面胶粘上去的，非常的稳至于长线这一部分嘛，因为我的东西经常变来变去，藏得再好看，到时候也要翻出来改线就已经放弃治疗了。接下来是架子的最顶层这台不用说了，用 VESE 机箱组装的迷你 ITX 电脑，里面的配置也是经常换来换去，这次就不介绍了。顺带提，我们这个月会抽奖送出一台价值8000多块钱的迷你电脑主机，6月25号截止，千万不要忘记关注和转发我的置顶动态参与。主机左边的这台是 Oculus Quest 2 VR 一体机，之前也是有做过视频的。在好用的 VR 头显之中，它是最便宜的；在便宜的 VR 头显之中，它是最好用的。它显示效果不错，同时是使用内置的摄像头进行定位，不需要装定位器，配置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头显和手柄的定位依然非常的准。这个头显还内置了处理器，不光可以连电脑玩游戏，独立使用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包括生化4的 VR 版。但总的来说 ，VR 目前好的内容还是太少了现在放在这里也是吃灰为主。另外，我还给它更换了一个第三方的头带佩戴起来确实是舒服了不少，配重显得更均衡了一些。
好，那么这次我的办公室的开箱之旅就到这里了。剩下的就是一些不太通用的设备了，比如已经停产了的手绘板啥的，以及这一些死宅的收藏品也跟数码关系不大。哦，对，不止一次有评论问我的手机壳是什么我在用的是 Catalyst 品牌的，做工、开孔这些都不错，磁吸的力度也还可以。保护性看上去似乎也 OK， 不过我没有摔过最关键的是 iPhone 12、13系列，我用了这么多的手机壳，也就这一款，它的倒角的角度合适，拿着不会硌手。2022年了把手机边框做成直角还能卖得好的，也就他妈的苹果了吧。这款手机壳的缺点就是不耐脏，以及正版还挺贵的。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野王，下期再见，拜拜。